嗨，我是阿象。在 Midjourney 到 DALL-E 跟 Stable Diffusion 后，又有一款超强 AI 绘图平台 Leonardo AI 问世了。今天影片就要给大家介绍 Leonardo AI 的特点与功能，以及它跟其他 AI 绘图平台之间的差异。开始前，请先按赞跟订阅哦。Leonardo AI 目前是半开放的预约制，想要获得早鸟试用的资格，首先需要在官网上申请，在这里输入你的 email 以后，你就会被加到等待名单上了。根据不同时期的开放速度，你有可能立刻就会收到获得试用资格的 email，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加入官方 Discord 的伺服器。在左边频道栏有个 Priority Early Access 频道，只要遵循频道上的指示，点击 Google 表单连结，填好早鸟试用的 Google 表单，你的申请就可以大幅度提前。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填写表单时，你需要提供在 Discord 上的用户 ID， 还有在官网上输入的 email。当你收到 email 通知时，就可以用当时官网上输入的 email 申请 Leonardo AI 的账号了。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免费试用额度。Leonardo 早鸟试用用户也是有免费试用额度限制，但是在使用额度方面，比 Midjourney 或 DALL-E 显得更有诚意。Midjourney 的试用账号一次只能用在产生约20到25张的图，换算成算图时间，大约是给你1小时的 GPU 额度，然后就要付钱加入会员了，除非你可以一直申请新的 Discord 账号。DALL-E 的话，新账号会获得50点数，根据你的使用方法，每个动作指定都需要花费固定点数，花完50点之后，每个月会额外给用户补充15点的点数。Stable Diffusion 是在我们自己电脑或 Google Collapse 上架设，所以基本上没有额度的问题。而 Leonardo AI 则是将额度细分为各种类别，用了哪些类别需花多少点数都会有提示，而且每天都会补满150点的点数供用户使用。150点约可生成150张512乘以512像素的图片，另有其他功能或参数会消耗较多的点数。除了生成图片的点数，每天最多可以放大图片30次，移除背景75次，也可以生成连续拼贴图案，这些也会需要扣点数。最佛心的是，免费版就可以使用在商业用途了，有兴趣了解详细资讯的可以点击 Upgrade。而其中最好玩的是 Leonardo AI 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训练自己的模型，每个用户每个月可以训练2组模型哦。整体来说， Leonardo AI 所提供的免费试用额度是非常慷慨的，当然也有可能随着用户人数的增加，这个免费额度可能会逐渐减少。而 Leonardo AI 可以是作为 Stable Diffusion 的简易版。Leonardo AI 是基于 SD 1.5 跟 2.1 所开发的，它将所有繁琐的设置程序都替我们处理好，也因此我们只要成为 Leonardo AI 的用户，就可以立刻开始使用。绘图使用的操作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文字生图片，这也是 AI 绘图的最基本模式，只要输入描述画作的文字，点击简单的设定就可以生成图片。而 Leonardo AI 生成图片的速度算是相当快的。第二种方法是图片生成图片，可以上传一张图片，再配上文字叙述，生成一张新的图片，使用起来相当直觉。第三种方法是使用 AI Canvas 来作画，这部分跟 DALL-E 使用功能非常像，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来延伸产生4周空白区域的图像。我觉得 Leonardo AI 使用界面是目前用过最直觉化的一款文字提示绘图平台。现在就来体验一下 Leonardo AI 让人爱不释手的地方。好的，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平台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 Home 的页面左侧可以看到显示当天剩余的点数。Community Feed 是其他用户在 Leonardo AI 平台上创作的图像。Personal Feed 是自己在 Leonardo AI 平台上创作的图像。Training 与 Datasets 这边可以训练自己专属的模型。Fine-tuned Models 是 Leonardo AI 已经训练好的模型。AI Image Generation 就是我们文字生图工具。AI Canvas Beta 可以上传图片或是用智慧修图与改图。页面中间上方有 Leonardo AI 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共有22种类型可以选择。你可以点击你想要的训练模型，就会跳出这训练模型的资讯。有一个小技巧要注意的是，训练模型的尺寸在生成图时最好跟训练模型的尺寸一样，才不会容易出现叠加或是不合常理的图像出现。接下来我们按 Generate with this model 就会跳到了以这训练模型为基础的文字生图页面。左方侧边是一些设定的参数，如 Number of images 是预计算出来图的张数， Image dimensions 是预计算出来图的尺寸。你也可以选择图的比例，
Guidance Scale 数字越少，代表越偏以创意方式来算图；数字越多，代表偏向文字提示的方式算图。Tiling 就是可以生成连续拼贴图案。再下来也有以图生图功能，以及很特别的以图作为提示功能。Use Fixed Seed 则是可以产生相似于 seed 值来源的随机图。而中间主要页面，第一个是输入文字提示词的地方 ，Instance Prompt 则是选择的训练模型种类。Negative Prompt 则是选择要不要输入反向提示词，这里的反向提示词可以参考其他用户的图的反向提示词填入，这部分文字应该都是大同小异。Prompt Magic 是会在产生图时加入一些文字提示没有的创意图像，如果我们不想要有太多惊喜，就不用勾选了。接下来下方就是每次产生图的区域了。比较有趣的是 Prompt Generation 是你有一个点子却不知道文字提示词要写什么，它可以帮你列出一次最多25条的文字提示词。例如我输入 Landscape 就会列出提示词里面各种风景的情境，你只要挑你想要的词，按右边 Generate 就可以生成了，或是可以按 Edit 做提示词的修改，是蛮好玩的操作方式。不过它有一天最多可以产生1000条提示上限。好的，接下来我们在文字提示地方输入 Beautiful painting of Firefox logo Summer chill day Paint dripping by Tim Okamura Cyberpunk lady Graffiti T-shirt 选择 Dream Shaper 的模型，尺寸的话最好跟训练模型的尺寸一样比较，不会有产生出奇怪的图。而 Dream Shaper 产生图的比例是比较适合人像的，初期在尝试不同训练模型时有可能会产生出不符合预期的图，因此我们可以先产生一张就好，避免点数不够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产生的结果。产生出我们满意的图之后，可以点选图片下方的下载 AI 去除背景，创意变异放大，跟原图放大，或是 Unzoom Image 把图片四边的影像在原图基础上做延伸。而目前只能 Unzoom 一次，未来如能增加次数就更方便应用了。不过 Edit in Canvas 可以解决图片延伸不够的问题，点击后会进入一个编辑界面，左边一排是工具选项，第一个是脱移图片，第二个是选取工具，第三个是绘制遮罩。你可以在需要修改的地方掩盖起来后，输入图像的提示，例如戴皇冠的少女，然后在遮罩区域重新生成。第四个是擦除工具，可以删除图像不需要的部分后再重新生成。第五个是上传想要修改的图片，第六个是下载完成的作品，中间是编辑图片的区域，右边则是跟文字生图类似的一些参数设定，而尺寸的大小则会改变中间选取要延伸范围的大小，尺寸越大，需要花费的点数就会增加。将选取框放在需要延伸的空白处，最好是有一半选取框放在有图的地方，让 AI 更能精准辨识需要延伸的图像。下方输入需要生成的提示文字，也可以点选左边图示，输入反向提示词，然后按 Generate 生成图像，然后选择适合的延伸图片后 Accept， 完成后就可以下载了。Leonardo 的 AI 模型训练并不会像 Stable Diffusion 那么复杂，具有一样精细出图的效果。我们可以回到首页，点击 Training 与 Datasets 后，点击 Create New Dataset， 输入你要为这模型命名的名称跟描述。完成后按 Create Dataset 就会到了模型训练的界面，而主要就是上传风格类似的图片，让系统去辨识。你可以从其他用户的图片去找，也可以从自己生成的图库去找，另外也能用上传的方式。而最多上传40张图，这里我上传雷诺瓦画作跟一些超现实的照片，上传完成后就可以按 Train Model 了，然后设定训练尺寸与分类，填入模型描述与实例提示后，就交由 Leonardo 去帮我们训练模型。训练时间约30分钟到数小时不等。当模型训练完成后，系统就会发送 email 通知。Leonardo 省去了 Stable Diffusion 复杂的操作设定，却也能训练出自己专属的模型。模型训练好后，我们输入 A sun-drenched beach with crystal clear waters and white sand Real painting 提示词来看看产生的结果。看起来有雷诺瓦的风格，但缺少了超现实的感觉。这时如不太满意的话，就可以再回到训练模型，增减图片做调整。训练自己专属模型会比较需要多次调整，才有可能会做出自己满意的模型。不过这也是乐趣所在。Leonardo 除了可以自己创作图像之外，也可以在 Community Feed 这里搜寻用户创作的图，挑选符合自己想法的图进行再次创作。点击图片后可以看到有 Remix， 就是会复制所有的提示与设定，再进行重新修改生成。
Copy prompt 是指复制提示文字 ，Image 2 Image 是指图生图方式。在图的下方可以选择要哪一种图的样式，旁边也有 Edit in Canva 的方式可选择。可以说能想到的重新创作方式都有了。这里我们选择这幅画 Remix 修改提示文字来示范重新创作产生的结果。总的来说 ，Leonardo 不太需要输入太多提示词语参数，不用绘程式语言创建模型也没关系，只要选对图像模型，就可以创建出符合自己预期高精细图像。而重新创作的工具也很直觉化，第一次接触 AI 图像创作的使用者也可以在 Leonardo 得到很多乐趣哦。希望你喜欢这部影片，如果能按赞、订阅以及分享给朋友，就更棒了。我们下期见。